简·格雷的处刑，一位9日女王的至暗时刻。我是保罗·德拉罗什。1833年的冬天，巴黎的空气里还残留着7月革命的硝烟。我站在画室里，面对一块巨大的画布，决定画一幅英国历史画。1554年2月12日清晨，伦敦塔绿地上，17岁的9日女王简·格雷被处决的那一刻，我没有画她跪在断头台上挥泪告别的戏剧性瞬间，而是选择了更残酷、更真实的片刻。她已被蒙上眼睛，双手向前摸索，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在黑暗中寻找那块冰冷的木头。我把整个画面变成了一场无声的审判，让每一个站在画前的人都无法逃避，也无法眨眼。画布中央，简·格雷被白色缎子蒙住双眼，白色衬裙在昏暗中发出刺眼的光芒，那洁白象征着她的纯洁与无辜。她微微前倾，嘴唇微微张开，像在低声问：我该怎么办？断头台在哪里？这句话我直接引自1558年出版的《新教殉道者列传》。他的外衣已被脱下，堆在身边一位女侍从的膝上，那位侍从已瘫坐在地，悲痛欲绝。另一位侍从背对我们，面向墙壁，不忍目睹。右侧，刽子手静静站立，手握斧头，脸上带着一丝近乎怜悯的沉重。引导他的是伦敦塔副官约翰·布里奇斯爵士，他轻轻握住他的手臂，像在领他走向最后的台阶。我故意把处决场景移到室内，而不是真实发生的室外绿地。我让光线像舞台聚光灯，只照亮人物，却让四周陷入深渊。我用极度细腻，几乎看不见笔触的平滑技法，让画面像一幅活生生的活人画。观众站在画前，仿佛自己就坐在剧场第一排，被迫直面即将发生的一切。没有人看向我们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简·格雷身上。我们成了沉默的共谋。这幅画的真正主角不是简·格雷的头颅，而是他被蒙眼后的那一刻犹豫。他只做了9天女王。1553年7月，爱德华6世去世后，新教贵族为了阻止天主教的玛丽都铎即位，把他推上王位。9天后，他就被玛丽的支持者推翻，以叛国罪被关进伦敦塔。1554年2月12日清晨，他被带到断头台前，蒙上眼睛，伸出手寻找木块。那一刻，她不再是女王，只是一个17岁的女孩。我在画中把这种脆弱与尊严同时放大。她没有哭喊，没有挣扎，只是安静的、茫然的摸索。这比任何血腥的场面都更残忍。1834年，这幅画在巴黎沙龙展出，立即引起轰动。人群挤在画前，有人落泪，有人沉默。评论家却分成两派，一部分人称赞它极致的戏剧性和真实感，另一部分人批评它过于舞台化。我确实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全景画、立体布景和剧场活人化的影响。我甚至让我的情人、喜剧演员阿纳伊斯·苏里埃担任简·格雷的模特。她金色的头发和纤细的身材完美契合了那个脆弱却高贵的形象。这幅画表面是英国历史，骨子里却是对法国大革命的隐喻。简·格雷的命运让法国观众立刻联想到断头台上的路易16、王后玛丽·安托瓦内特，以及无数在革命中被处决的贵族。我把英国的悲剧变成了法国人自己的镜子。画中的黑暗，即将浸湿稻草的鲜血，蒙眼的无助，都在提醒人们，权力更迭从来都沾满鲜血。画完成后，它被私人收藏，后来辗转到英国。20世纪初，人们一度以为它在1928年泰晤士河洪水中被毁，直到1973年，它被意外发现于泰特美术馆的地下室，才重见天日。如今，它挂在伦敦国家美术馆，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作品之一。人们站在它面前，常常会下意识地挪动脚步，寻找最佳视角，仿佛自己也成了画中的旁观者。我没有画胜利，也没有画英雄，
我只画了一个蒙住眼睛的女孩，伸出手寻找死亡的那一刻。在最华丽的宫廷，最残酷的政治里，她只剩下一件白色的衬裙和一句无助的低语：断头台在哪里？今天你们站在伦敦国家美术馆，请慢慢走进这幅画，看那白色的衬裙，看那双伸出的手，看那即将浸满鲜血的稻草。没有声音，可你们好像能听见他微弱的呼吸和刽子手斧头落下的风声。权力最擅长的事情，就是把无辜伪装成必然，把柔软碾碎成历史。而艺术最残忍的地方，就是把这一切永远钉在画布上，让后世无法逃避。而我希望你不要成为权力的同谋。这里是费舍尔艺术博物馆，我是保罗·德拉罗什，感谢你的注视。愿你在最华丽的时刻还能记得那双被蒙住眼睛却仍在寻找真相的手。